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今天咱们看一下这个直流转直流的模块。这个模块它的功率最大是1200瓦，输入电压是42伏到58伏，输出是42伏到74伏。那么它内部构造是怎么样的呢？首先呢，它是通过外部的485或者是看总线来控制的，也就是通过外部主机控制。而我们呢，把它改成了一个不需要外边主机来控制的，也是输入42伏到58伏电压，然后呢，输出可以在42伏到74伏之间变化。实际上呢，它还可以降压。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具体电路构成。好，我已经给它打开了，这端就是输入端，这端是输出端，这端这个是外壳接地，这端就是485和看总线输入的端子。这是输出电流取样的康铜丝，它的输入呢是通过这端，然后通过这个保险进来，然后通过电容滤波，这个是 Y 电容，再通过这一个电感进来。首先它的升压呢与 PFC 电路是一样的，这个就是功率管，然后呢这个功率管的漏极接我们电感的这端，原极接地，也就是接我们输入的地或者是输出的地，它是没有隔离的。经升压后的电压呢，经这个二极管整流，这两个二极管是并联的，整流以后送到这个电容的正极，这个负极也是接地的。然后呢，通过我们这个继电器的常开点，也就是通过我们的主控，当我们不升压的时候，这个继电器是不闭合的，就不向后边输出。为什么会降压呢？因为我们的这个主控呢，可以向这两个管，也就是通过驱动的电阻输出一个 PWM 信号，来控制这个管的输出占控比，从而呢控制输出电压。它的输出电压呢，也是通过我们这个正极输入端，然后呢通过这个电感降压以后，加到我们这个功率管的漏极，再加到这是 PMOS， 加到这个功率管的原极，然后呢通过这个功率管的原极输出。由于我们这个单片机输出的 PWM 信号能够改变它的占控比，从而能改变它的输出电压及电流。它的升压我们刚才说了，与 PFC 是一样的，这个位置呢大家都很熟悉了。那它的驱动呢是靠我们这个 TL494 来输出，驱动我们这一组对管，再驱动这个功率管的山极，来通过改变它的占控比，进而改变它的升压电压值。TL494 它的一角是同向输入端，属于稳压引脚，二角是反向输入端，也是稳压引脚，三角呢是误差放大器输出补偿端，四角是死区控制端，通过外接的电阻来控制它的死区占控比时间，五角外接震荡电容，改变电容的容量能够改变芯片的震荡频率，六角是 RT， 是外接频率电阻，七角就是接地了，八角是 C1， 也就是内部功率管的极电极，九角是 E1， 是内部功率管的发射极，十角是 E2， 是内部功率管第二个功率管的发射极，11角是 C2， 是第二个功率管的极电极。在这里12角与8角接在一起，与电源接在一起，它的电源引脚呢就是12角，12角供电呢一般在14伏左右。13角是输出模式引脚，如果这个引脚接高电位，也就是接5伏，9角和10角是输出互补信号。13角如果接地，这两个引脚输出的信号是同频同向的。14角是5伏基准电压输出引脚，在这里它给13角提供电压，并给4角通过电容提供一个软启动电压。15角、16角和12角是一样的作用，都是用来稳压的。在这里15角和16角是用来稳定电流的，1角和2角是用来稳定电压的。在电源正常输出的时候，在康通丝两端就会产生压降，这个压降信号通过导线输入到我们这个运放，经运放放大以后，输出的电压送到我们这个 TL494 的16角，这时给15角提供一个恒定的电压，它就能够使输出端输出恒定的电流。同理，输出端反馈回来的电压送到了我们这个芯片的1角，
它的二角我们给它供一个恒定的电压，这样就可以使我们输出端的电压输出恒定不变。改变二角的电压高低，还可以调节输出端的电压高低。我们这个电路是通过单片机来控制这个运放输出的电压高低，改变它15角的电压和二角的电压高低，从而改变输出的电压及电流。这个芯片就是我们这个电路的低压电源，它是 UCC2845，配合这个功率管和开关变压器，从而呢输出几组低压电源，一组呢是14伏左右，给我们这个芯片供电，给继电器供电，还给这个驱动电路供电。还有另外2组，一组是正5伏和负5伏，正5伏通过1117降压到 3.3 伏给主控芯片供电，同时正5伏和负5伏还给这个运放供电。还有其他电压给我们的指示灯供电，以及前边的485芯片、看总线芯片来进行供电。由于我们这个电源不能够单独工作，需要外部接模块，也就是接主机才能工作，所以呢我们要给它改一下。通过我加装了电位器，就能够改装它输出的电压和电流了。好，下面我们给它装上，我们测试一下。好，我们插电。插电以后呢，我们看一下输入电压。输入电压是一个正42伏的电压，在输入电压范围内。然后我们看输出电压，输出电压是41点几伏。然后呢，我们拧动我们的电压调节电位器，我们看电压呢是能够平稳的向上调节的，它的最高电压能够调节到74伏。最低输出电压，由于我们没有给它接降压电路，所以与输入电压相同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